找到。大家早晨好，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朋友到直播间了？我这里显示的还是0啊，但是StreamYard 要稍微慢一点啊，在另外一侧 YouTube 上显示我有8个人。对，我们并不经常在早晨8点半开始直播。今天呢，早上开始直播是因为天龙3号火箭坠落有更多的证据出来。上一次我跟土拨鼠2个人在做直播的时候呢，有很多东西是猜测，就是我们觉得可能是这样，可能是那样，我们也把各种可能性跟大家列出来了。现在呢，随着更多的照片出来，更多细节出来呢，我们其中一个可能真的是当时觉得最严重、最不可接受的一种猜测，成为了现实。对，所以今天早上8点半呢，我们2个再跟大家稍微解读一下，以现在能够看到的这些照片，已经公开出来的这些照片和官方的一些信息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啊？为什么说这是最难以接受的一种结果？好，土拨鼠。好，先说一下的这个封面这张照片吧。实际上最主要的照片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屏幕上这是一个它那实验台架，然后后面包括一堆电缆啊，还有一堆这些拖下来的这些东西。然后咱们先往下先看吧，然后老范咱们下一页。这是一个视频。对，下面这个视频是一个从上帝视角的来看的这次的这个飞行，这是等于是另一个无人机当时拍摄到的。现场情况，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在发动机点火之后没多久，那它发动机点火之后没有多久，很快它就起来了。压根就没拉住多一会儿。对，正常的时候，你看那个 SpaceX 的那个009或者星舰起飞，它先是负2秒的时候那个点火，然后2秒钟之后，然后才达到全推力起飞。它这肯定没有2秒啊。对，肯定没有2秒。点火之后应该很短就那什么了。这个大家这个现象大家先注意一下。OK。是。然后咱们在下面。OK，然后再回到这边。下面的话，这个左边这个是天兵的科技这个有限公司，它的一个微信微博上面，在7月2号的时候发布的。我们知道这件事儿是发生在6月30号，那它这微博是7月2号发的。这里面反正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第一条，他还称这个事儿是个事件，就是不是事故。这个是他这里面的，就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第二，他称实验场远离城市。然后它这个实验场到底离城市多远？咱们当时在谷歌地图上也看了，对吧？第三个，他说事先已组织撤离，然后说，但是就是看它撤离范围了。你要撤离范围，比方说1公里、2公里，这是2公里以内就途经的都撤离，还有可能20米都撤离，这可能这和范围有关。然后第4个呢，撤离是一个圆形的地图吗？还是说我计划往哪边飞，然后把这个方向呢撤掉？没有，它这首先它不应该飞啊，对吧？OK，对吧？是。但是要飞的也有，飞的一般是航道上左右，根据不同型号有不一样。一般来讲的话，可能你像大的运载型号，可能10公里、20公里都有。我就简单说一下啊。OK。然后说落入深山，无人伤亡。咱们现在能够看到，上次看那个谷歌地图那个等于直播的时候，那时候也看了，他的说落入是发射点西南方向的深山。那西南就是正好就是咱们看的那个太阳能电站，那个位置。差不多，待会儿我可以再把地图给大家看一下，应该是太阳能电站附近那个位置。然后最后呢，它这个，然后还有一条呢是等于是右边这个图片里面的，说现在他们本来这个天兵，然后说已经申请了一个这个发射台就实验台的这个台架的这个专利。现在说开始驳回，但是他这个用词很怪，说目前天兵集团已经驳回了该公司火箭测试发射专利。我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概念，是不是说他这个集团的下面子公司申请的这个专利？这专利应该已经处于公示期，现在又驳回，不知道。
因为我原来是做过专利的，然后呢，专利是这样，就是你一旦报到这个专利局了，你可以自己撤回来，但是呢，他是不会这么去给你驳回的。他这个话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他们在内部有一个流程，就是在报到专利局对，之前，我也内部理解是，有一个流程。然后呢，他我也们现在是理解是，子公司报到天明集团说我们这个要申请专利，然后呢，他应该是就是正常情况下是这样，就是下面人写的专利都很简单，可能写个1页纸、2页纸，然后呢，这个公司里边会去请专业的律所，去把你这个专利写成一个很符合格式要求的一个东西，这个是要花钱的啊，可能一份1、2千块钱，不是很贵。然后呢，再把律所写完的东西送到这个专利局去申请。我估计应该现在是在律所手里边，所以那个天明集团说，那都这样了，咱们就先搁这儿放那儿放一放吧。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吧，好吧，嗯好，大概是这几个事儿，，OK，咱们再往下。了解。但是你看它上头写叫正组织勘察准备赔付，他赔谁呢？对呀，到时候再说嘛。这个反正这就是他的微博上面公布的消息。是但是这是7月2号，我们知道事儿出现在6月30号，然后现在是是是，他发这过了2天了。微博是7月2号，对。对，那就是无人员伤亡，但是有财产损失，而且这个财产损失应该不是天明集团的，应该是当地村民或者是当地的一些企业的。有可能，有可能，对，所以咱们再看吧。这个反正他写的比较含糊，大家也可以自己上那个微博上去查。我估计这个是是是，博文应该还在。嗯，好，下面这就是7月3号透露出来的消息，这个嗯，就稍微的就比较有点那种爆内幕的这一块的是了。第一个，我觉得我总结了一下几点。第一点是说，刚点火的时候就有一台发动机的喷管损坏了。是，但是这个喷管损坏却没有触发这个就是控制系统，把这个实验给终止，这是第一点，就等于刚一点火就有了。大家刚才咱们看的时候，实际上看的是刚才看那个点火的那个视频，要不然老范再放一下，可以那个视频。对，大家注意，它出来的时候起的时候有一个转动，注意到了吗？我们怀疑这个转动实际上就是它这个喷管的这个损坏歪了。对对，所以它的这样就造成了有一个不平衡的力矩，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整个实验期间，这个尾舱一直在起火。它这个尾舱，我理解就是我们说的这传力结构，实际上就是发动机的这个安装框架，加上蒙皮这一块，等于就是说里面一直在着火。然后实验开始20秒之后，此时应该已起飞，是我估计的啊，20秒。然后这个是那个发动机被烧毁了，才触发了这个实验终止。然后它等于是最后把整个发动机烧掉了。最少烧的不工作了吧。OK，然后那个不是说燃料耗尽了，也不是说这个其他的什么自己什么计算机停机了，什么都没有，就是生生的把发动机烧废了。按他现在这么说的是这么理解吧？先这么理解，按照他说的是这么理解。对。然后说试验开始1秒后，它这个地面的电缆就烧淡了，然后这个由这个舰上计算机来控制执行。就是说这有2个，就上次的时候我不在咱们俩直播的时候，我怀疑它有没有那舰上机嘛。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说从这个透露出来这个消息应该是还有。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1秒之后，它那地面电缆就烧断了，说明它当时地面实验的时候，现场的这个防护啊也做得很差，绝对很差。它因为应该有地面的有各种传感器、各种计算机都连在这上面的，但是都烧断了。然后这个最后一个就是说原定的这个30秒的这个实验程序，本来就没有人为关机这个功能。是，这是这几条。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微博这个号它本身是一个号源自西安的，我怀疑是可能因为西安实际上是中国火箭发动机的一个最重要的研制基地，
包括好多实验的场也都设在西安。去二仙桥那大爷，因为你刚才发的视频上的也是他们家的 logo，而且还有 B 站的 logo，这个咱们今天有可能挂标。被挂标，因为你发的刚才那个视频是有他们 logo 的。啊，好吧，对，算了。好，我们继续。OK。然后现在大家就看一下，这个就是试飞后的这个实验台。那这个实验台上，我先说，待会儿因为它可能会被遮住，就右上角这一小块，这可能应该也是火箭上被车出来的脱落下来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先不关注这个，我们先看看下一张图，应该最关注的是4个小方块。这4个小方块，然后我还特意放大了一张，这张比较清楚的，我们能看到这儿有，中间是一个支耳，然后两侧有2个小支耳，小支耳用拉杆拉着，中支耳呢，它下面有一个座，也是在这么连着的。等于这4个东西，然后呢，这个连着的这个白色的这个扯下来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往下看。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那它有这个尾部火箭的这个尾部，我称之为传力结构的这一部分。我当时就在说，红色的这是地面的这个实验台架，蓝色的是连在箭上的支耳，黄色的是连接架。我们刚才看到的老范回去，对，上面这张图，实际上就是火箭上的连接耳。OK。这个连接耳是干什么用的？待会儿咱们还能再说啊。待会儿正好有非常类似，再往下一张图。那这个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我们叫尾舱也好，尾段也好，这个连接耳就在我们现在屏幕上的这个我画红圈的这里面，就放在这儿。这是什么材料的？半透明。你现在看到的，它这只是外表的蒙皮。蒙皮啊，你只能看到蒙皮了，它那个里面是有骨架的，这里面是有骨架的。咱们再下一张。好 ，OK， 现在来看这块就相对来讲清楚一点。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屏幕主画面的这个，我先画了一个大红方块，一个小方块。大方块就是上面的，大家注意到了，在我这块小方块这块有一个黑色的东西，就是现在这个。下面右下角这个黑色的，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到时候放大，能看到了吧？两侧是2个等于实际上它是有点是镀锌那种颜色的这个支耳出来了，两边然后中间这块的，这是有一个也是银灰色的这个支耳，这是那个大支耳。如果把这2个图，它关键咱们现在还是搞得不是特别清晰，往下吧。大家看猎鹰9的，这是猎鹰9的这个支腿座，支腿。大家注意我的这个就右上角这小图，我特别给标了一下，是这样的一个，也是2个支腿的这个拉杆连杆的气动拉杆的，是2个支耳。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大支耳，下面的这块可能然后和这个大支耳和这个蓝色的我看到蓝色的，对，就是我现在这鼠标打不出来，这和蓝色的这块。OK， 咱们再往下，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一点，两侧的那2个支腿连杆是连在这个上方。蓝色的那拉杆是拉在这个中间这个灰色的这个圆柱，这个柱子上的。然后可以再往下一张图，这就更清楚了。2个蓝色，刚才的那2个支腿的拉杆就是我上方的这2个红色的这小箭头。那下方的这个大支耳就是这个蓝色的向上的这个小箭头。换句话，实际上在猎鹰9号上，这个支耳是用来干什么的？蓝色的是用来连这个支腿的这个支腿座的，不，红色的这一块，就这2个小支耳，中间这个大的单支耳
本身就是猎鹰9号火箭在进行，首先啊，静态点火实验，1级静态点火实验的时候，它这个销轴中间这根不锈钢颜色的这个轴吧，等于是它是坐在一个支座上，放在一个支座上，下面支撑着这个火箭的重量，上面会有一个往下，最后一张图，图片中这个我用红圈圈出来这是2个液压机构，它的名字叫牵制释放装置。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装置，就等于火箭为什么美国的火箭都是点火2秒钟之后飞，实际上是点火，发动机比方说50%油门，然后看正常，把油门推到100%，然后看正常，然后我再牵制释放装置打开，火箭嗖一下。它实际上是这样的，但这就是那2个红圈，这2个牵制释放装置压着老范回到上一张图，压着上面这个我指的蓝色的这个轴，明白了吧？下面支着，上面勾着，本身就是干这个使的。OK， 就是它实际上只要不松开，就相当于地面静态了。对，它不松开就是地面静态。你是起飞的时候，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实际上就中国，从来还没有搞这个牵制释放，就是说没有正式应用到试飞的产品上。就是咱们等于就是搁地上，只要喷起来呢就走。对，因为我知道以前有好多人讲说这个赛车呀或者什么都是我先把它摁在地上，先让这个轱辘开始在地上摩擦，完了再释放，这样的话据说是可以起步快很多。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等于这一块的话，就是我只是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刚才，那咱们回到刚才那只耳脱下来这一块吧。对，再上一张图吧，再上一张，等于就是大概就是说这个只耳撕下来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干龙3的这个腿的支腿座接刚才那个销轴，这个结构正好和刚才猎鹰9号是完全一样的，位置也是对应的。那就是下面就来说，那这个东西它会造成什么影响啊？我个人觉得，就是说从现在咱们来看，这几个座儿应该还算是完整的。就这个，单说这个支腿座这一块，它的结构应该强度也来够了。那哪儿可能强度不够呢？就是下面这个，下一张照片，再往下吧。对，就是这个橙色的这个。里面咱们看不到的里面的梁可能强度是，因为看到这个照片就让我想起那个什么，就是以前我们经常说这个拖车，你没有把这个拖车绳挂在拖车钩上，而是直接挂在保险杠上了，开下来以后，那保险杠直接就飞了的过程，等于它压根就没有挂在一个承重或者说有应力的这么一个梁上，直接就挂在外皮上了。它不一定是挂在外皮上，它可能是挂在那个梁上了。但你看着撕的整齐的，撕的整整齐齐的，然后没有任何一边说我多挣扎一会儿，那火箭就歪了嘛，正的就上去了。对，所以的话，这是那个不能多挣扎一会儿是另一个问题，就是那可能是一个，就是说是待会儿我再说，这应该是个设计问题，所以它才撕的整整齐齐的，就等于它这4个位置的这个强度设计的是基本上是一致的。它等于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肯定是内部是挂到了一个梁上，这有点像什么呢？就像咱们比方说装灯，就是装吊灯，一定要那个天花板上要有一根梁，然后我把它这个有点像装吊灯，就我一定要有一根梁，然后我把它打在这个梁上，但是呢，可能呢是我在当时这个打的这个梁的强度不够。有可能是这个梁的这个孔的这个强度不够，等等原因就造成了它最后全给撕下来了。如果要只是孔的强度不够的话，那我到时候增加几个孔，延长一下这个力臂，增加几个孔，有可能能改善。那对这梁的结构还影响小。但是如果要是梁的强度不行，那就完蛋了。那就改动量就比较大了。是。所以从它现在撕下来的看，我觉得就
不像是里头有梁被撕啊，也难说，可能这多出有梁，了一小节来，肯定有梁，肯定有梁，有梁，这小不可节是梁能没有梁。被撕下来了，对，对，而且是主受力结构。你看它第一，它要是有支腿受力，对吧？对，第二的话呢，是它这个削轴，就刚才我说了，它的第一平时的时候就要承受火箭的自重，火箭的自重，而且是不光是1级了，还包括2级和上面的东西，对，要它能承受火立得住，箭自重，然是，后还要承受火箭点火的时候，有可能要承受火箭点火的时候的这个发动机的推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它就肯定必然是有梁的。但是就是说，然后就来说，就从这个就来看出来，等于他们在设计的时候啊，我就说一个最好的情况啊，就是说他们可能是考虑不安装牵制释放的，就是推力够了，然后自己就飞，自己就飞。可是你就这时候再来做静态点火实验的时候，你难道不知道你这块你的强度是不够的吗？因为咱们看起飞，看视频，点火之后不到1秒钟，它就飞起来了。点火之后对，基本上不到1秒钟它就飞起来了。没有任何挣扎，对，所以它那儿，而且你看它这个，就像老范你刚才说的，它这4个是同时对，干干净净的就撕下来了，干干净净，然后飞个起来的这个过程也看不见这个舰体有什么歪斜，那就是它的是，受力也是很平均的。因为你看它撕下来这块儿呢，没有任何毛边儿，挺整齐的，对，它毛边儿的话，它有可能是通过螺栓啊或者什么等于固定上，它这本来就是个单独件儿。就老范，你可以是，这么想，它本来这个白的就是一个单独件儿，然后上面通过螺栓，然后连接到这个刚才咱们看到那个我叫做成立结构的梁上的。是，那个拉下来的时候，可能就只是拉这个就螺栓，如果要因为咱们看不到更详细的视图，如果要是更详细的图，就是看我那连接螺栓断没断。如那就果连接看不到了。螺栓还是完整的，然后那个梁不行了，我们现在只那个就能看得再看。到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这个右上角这个可能中间多出一小块来，应该是梁，就是 T 字形外边这一节应该是梁。对，那就应该和梁连接在一起的一部分。对，这个我觉得可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就少上了根螺栓，或者应该上长螺栓，上了根短的，嗯，对吧？就是支它这撑件跟那个力个梁之间的螺栓没拧。它这个力可不小呢，对，因为这个力你不能够说它这个就如果要是算到这个梁受力的话，可能会更大。因为虽然火箭的发动机推力是800，按他们说嘛，820吨的话，那按每个平均下来205，不能这么算啊。我就如果要是咱们这里有专门搞结构的就知道，我说的这个是不对的，还要成系数，还要什么的。但是现在我只是简单的说。所以的话就是205，但是实际上你这是一个力臂，你那个力的话是受力点，要来进行受力计算的时候还要再进对，行放大，所以你本身这个支耳真正受到的力可能400到500吨一个耳。对，所以从结论角度讲，上次咱们也讲了，是要么是螺栓的问题，要么是这个井架的问题，然后最糟糕的是火箭的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是最糟糕的状态，火箭的问题。对，对，那么火箭的问题等于就是火箭整个底下这一部分的承重，或者说它计算有误的话，那是不是这个火箭整个的工程计算就需要推翻重算了？最少它底部这一块要重算了，要重新算。所以这个的话，工作量就比较大，而且这里面有2部分啊。要知道，就是火箭是一个系统，然后的话，它底部的这个成立结构肯定是有一个专门的设计人员来负责的。然后火箭也有总体这个事儿。下面我比较关心的实际上是，到底是因为你比方说火箭成立结构的这个人，他是不知道他自己要受多大力的，因为他不知道你火箭怎么样搞，所以这个具体我们叫做给这个任务书，或者说给这个技术要求，这种技术要求应该是总体向
成立结构的专门这个负责的这个设计来声明的。如果总体告诉了这个成立结构的这个设计人员说我可能承受这么大的力，然后没设计出来，那就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极其低级的，就底下的它的这成立结构这一块的这个设计的问题。但是还有更大的可能是，可能总体都没认识到有这么大的事儿。应该不会。为什么呢？你如果是总体算错了的话，它怎么着还得在地面上挣扎一会儿，对吧？它1分钟、1秒钟都没挣扎就起来了。不是算错了，是总体就没意识到这块有这么大的力。因为我实际上我以前在这个公司里就是搞航天的时候，我经常碰上这样的，就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以前有人干过这种烂事儿哈。对，他自己都认识不到这种危险。所以我不一直在说嘛，我一直在说，你提出这种超过我认知的要求，我都让你给我留文字材料。是，是，省得到时候扯不清楚。就是最终这个腿儿在这个地方，就是猎鹰的腿儿就在这儿。支腿座，支腿座。你还是再看这个图，就是咱们看啊，2个支腿，就上面2个小耳，下面大的这个黑耳和下方的这个蓝色方块连在了一起。它现在这个蓝色方块，这个图是什么？是在无人船上猎鹰回收之后，等于这个无人船也是利用这个大耳来固定。大家注意到了吧？它的底下让它好像好在船上来比较稳定，也是利用这个。所以这个大耳的作用还是挺大的，在发射台上也是要利用这个大耳来支撑火箭的重量，然后再用那牵制释放机构从上方扣住这个大耳，不让它走，到需要让它走的时候才走。所以咱们回到刚才，就是再回到刚才这个图，再往上，就再往上一张。就是你看这白耳和那猎鹰9那耳，这结构上真的是非常接近的。很像，我们就反正照抄呗，像素级拷贝。但是可能人家里头多拧了根螺栓，我们没抄到。对，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我大概要介绍的可能就是这些，然后看看对老范还有观众有什么别的要说。对，那像它这种重新设计的话，等于就是整个底下这一块的重量就要上升，因为你一般增加强度还是要增加重量的嘛。对，就是说这也看它的设计水平。实际上，还有一种方法是想办法把那个支耳的结构形式改一改，就是说，但是不一定够用啊。我看不一定够，就是说让它的受力再分散一点，分到更多的梁上，因为它支耳附近上有梁，支耳的这个外边还有梁，让那个受力更分散一点，也是一种方法。这就看他们的设计水平了。实际上就是说，设计水平好的就能够用最小的增重来实现最大的成率。但是要是差的话，可能就要费劲一点。像一般这种工程设计，像车船什么的，他们都会留出一定的余地来说，我这儿多加点东西，少加点东西，都是会有富裕的。但我觉得你们设计火箭的时候，好像基本上都没啥余地。余地比较小，火箭的余地，但是中国的火箭的余地大。中国的火箭的余地已经算是大的了，美国的火箭的余地更小。余地小，实际上就是人家算的准呗。你要是算不准，就多留出点富裕来吧。对，是这意思。对，我比较感兴趣是它最后这个叫液压释放装置这块儿。牵制释放装置。牵制释放装置，咱们自己不用的最主要原因是不是就没法保证同时释放啊？先这么说吧，牵制释放有好几种啊，这是一种。然后以后大家感兴趣，咱们可以单聊啊。土星5还有一种，然后还有呢，航天飞机也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大概就是土星5号算一种吧，然后这个猎鹰9这算一种，然后这个航天飞机算一种。航天飞机是最简单的，就是爆炸螺栓。
嗯就是用爆炸螺栓，然后等于就是说用那个支耳，假如咱们回到刚才的那个支耳那个大粗轴，我拿个螺栓给它拧在一起，两个螺栓爆炸螺栓，然后需要的时候当一炸就完了。那个算最简单的，也最好实现同步，这是第一块啊。然后土星5那是一个机械结构，加一个爆炸螺栓，或者最开始是气控阀的释放，那个要实现起同步来，相对来讲比较难，但是呢，也比液压的要容易。是液压的这个是最难的。实际上，这个机构正好我也设计了，我也一直在就是说做它的总体方案。我最少设计了大概3种到4种这种方案，就包括爆炸螺栓的，包括机械的，也包括液压的。然后从我现在能够掌握的来看，我大概能够，比方说4个机构的话，我能够让它的同步精度控制在包括不同的温差啊，因为你可能一部分受日照，一部分那没有受日照，你有10度的温差呢，包括这种温差大概能够控制在150到200毫秒之内，在大概保证到这么一个水平，就是使用机构型的。如果要是爆炸螺栓的话，可能可以控制在20毫秒到50毫秒之内。但是它这种，比如已经在台子上烧了2秒钟了，就是这个所有的腿都受了巨大的拉力了。你在这个时候，比如差20毫秒，它这个火焰会歪吗？这个我现在不太清楚，应该不会特别大，但是就是说，歪了的话呢，能不能有影响的话，实际上也不是底下的这个搞这牵制释放的算，是火箭的总体和控制系统来算，因为你歪了的话，你控制系统的调整能力强，还能调整回来。你要是调整能力差，就调整不回来了。是。一般来讲，20毫秒应该不会有问题。航天那个土星5号，我看看啊，土星5号的这个释放机构大概是340毫秒吧，它的指标就是340毫秒以内，那么土星5号应该都没有问题，0.34秒。就是这个，就算有一侧的没放开，然后其他3侧都放开了，300毫秒都还是不会歪的这个火箭。就是说你其他3侧都放开了，然后另一侧的比其他这3侧晚了340毫秒放，火箭能够控制住。OK， 了解。我们来看看大家提了什么问题。这个卡尔加厨，你现在是不是退休了？每次一有直播都是提前好几个小时在这等着。这个太热心支持了。是。这回真的是第一次赶上直播，这个非常感谢 Rabbit， 这个是你的观众啊，有可能真的是第一次。这个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赶上直播的梗要从我这儿传播到你那儿了。经常看第一次留言啊，这个确实是名字不是特别熟悉，有人喜欢我们啊，这回真的第一次啊，这个好吧。赶上直播了啊！我看看啊，这个我们新增的这个静态点火 Starlink 无人机镜头机位是学 SpaceX 的机位，好吧，这机位在哪儿都学了，都感觉出来。是，但我觉得它无人机这个还是挺稳定的，而且等于你这边火箭发射这么大的这个空气扰动，它无人机并没有特别大的波动，是不是？它无人机其实离得很远，它是用了一个非常高倍数的镜头拍的。这个我不清楚，但是老范，您老是说这火箭发射，这不是发射，这是静态点火实验。按道理，它本来它就用个无人机来拍，我可以比较近，它不该起来，谁想到它起来了？它就算是不起来的话，你地上喷射的这些焰流，其实对空气的扰动也是很大的。也不会那么大，你怎么着，它那个1级的高度可能就得有30-40米了，所以你本身离那个火焰应该有个上1000米或者100米，100-200米是有的。OK， 好吧。对，这样的也赶上了。对，喝咖啡摸鱼啊，这个你要被老板抓住是很危险的。这上线比上班还早，对。
因为我是本来每天早上8点半应该放节目的，然后正好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就这个在正常节目时间给大家放掉了。在行政规划上远离城市，然而近10年村镇的城市化也太快了。这个现在村镇是要城市化，但是可能也快要退回去了。就是很多的这种3线城市或者一些小城市，现在基本上人去楼空了，就对，村然后镇现在也废弃了吧。另外那个实验场应该建设的，你想它这个天兵建设的时间都，天兵公司成立的时间都是2019年，所以没几年嘛。它那个实验场呢，对，实验是。场到现在的，从实验场从规划到现在，最多我估计2020年开始规划，4年时间。所以差不多吧。它这个城镇化，它那个时候巩义市这几年应该发展也没那么快，应这个该基本建的时候就那样了。你在这里比如开个实验场，比如周围的这种配套设施啊，或者是相应的人员驻扎、生活设施，是不是也会快速的发展一波？像他这种实验场里应该有多少人？应该很少吧，我估计几十人、几百人、肯定没有几百人，应该也就是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啊？最多了十几个人，而且不会雇佣当地的，就是说，这么说啊，会雇佣当地的，也就是打扫、卫生、保安，最多就对当地没有任何经济，没有什么经济 OK。拉动，实际上这个我对，也太最多也就这太清楚了。十几个人出来吃吃喝喝。大部分的时候，他长时间的没有实验的时候，可能都是就是2、3个人值守，知道吧？大部分人还都不就是太可能。正常的，就是我需要测试的时候，我就大家跟着火箭一起去。对，说撤离也有点奇怪，这次又不发射，难道是担心实验爆炸？难道附近的百姓天兵一有风吹草动就要撤离？他一我觉得反正人家说我们通知撤离了，就当他通知撤离了吧。实际上正常的情况一般是这样的吧，就是说它不是发射的情况啊，发射的话是要通知撤离的。如果正常实验的话，应该是有可能是通知一声，说我这块儿可能会有实验，然后跟大家打一声招呼，这就算就是说国内基本上差不多就做到这一步。对。但是你这种突发，你这个是飞起来了。所以的话是等于你要是做实验，最多是吵一吵，或者说那个什么，这没什么，然后你就别被吓着了。但是你这个飞起来了，所以你说撤离这个话，我觉得不太真，是不太真，就是他最后说我通知过撤离这件事儿，都觉得有可能是事后一种补救措施吧。我记得我小时候住在清华院里头，是有一次接到过北航的通知，说我们要进行这个测试，然后声音很吵，大概吵几个月，然后真的是大概1个月还是2个月，就在那呼呼在那响。对，是这样的通知，就和我们的那个一样嘛，正常的，这就是正常的情况，应该会这样。可是如果说公司没通过专利，那么网上看到的专利是哪儿来的？它这种专利是这样啊，就是，很多的很细节的东西都可以申请专利，有可能就是说它以前的一些专利，然后呢，在这次的改进行中，它有可能申请了一些新的，那么这个新的被摁回来了，这个是可能的。而且专利你一旦到了网上可以公示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轮到公司驳回这个机会了，都是已经到专利局了。因为正式的发明专利才有公示，就是发明专利一般是你从形式审查，一般你上去以后先做形式审查，说你东西写的对不对，全不全啊？不管你内容好坏，这叫形式审查通过了。然后呢，进行实质审查，就是说，创新性、实用性什么，就是3性吧，反正做完了以后，然后是要公示大概1年左右，没有人说哎他超我了啊，这个时候才会正式授予你这个专利。所以呢，很多专利呢叫做公示未授权，对吧？你一旦说这个东西到网上公示了，基本上应该是属于在后边这种状态，就是专利局都审核完成了，这个形式审查、实质审查都完成了啊，然后现在这个时候拿出来公示，公示了以后呢，这个在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会有人说啊，他这是假的，他这是抄我的，他这个不是最新的啊，谁谁谁曾经发过什么文章，对吧？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出来。
过了1年没什么事儿了，他就正式的发下来啊，就授权。赔付是好听而已，赔付有几家玻璃碎了也是赔付，对。这个因为它上面写了说我们要赔付嘛，但是这个事情呢，你现在讲的这无人员伤亡嘛，是吧？这个就希望它无人员伤亡吧，只能说是。有几个视频上看到附近办公室的部分，玻璃碎了啊，装饰东西掉下来了。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小的时候的事儿吧。80年代末，我们那个住的那地方本身是一个可以叫航天小镇了。本身那个小镇建就是为了做那个航天的一些研究，为了建风洞。最早的风洞就在北京。然后那个大家可以去查那个当时的那个算了不说了，就是最早的风洞就在北京。然后还有一些那个火箭发动机的点火实验，当时也在北京做。结果80年代末的时候有一次，就是一个火箭发动机点火实验，然后炸了，炸到玻璃碎了就是小事儿了。关键是我们那块不是做风洞，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些公司，其他的那些研究机构吧。他们当时有这个全国最好的计算机，老范可能知道，80年代末啊，银河2计算机，有2台全都震坏了。那个时候的计算机也确实的非常脆弱。对是，但是基本上震的就是我们的玻璃都给震碎了。那个是那爆炸还是很厉害的。80年代有很多计算机还是电子管的。银河不是，银河应该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但是也还是比较，因为我印象里是我小时候，应该已经也是70年代80年代初吧。清华院里是有一台这种大型计算机的，然后大家都上旁边去围观去，什么这么老大个一个东西。因为真正在国内有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这种计算机，应该是90年代往后了。就是前面还有很多的，真的是那种很笨重的玩意儿。然后那种东西呢，它的因为我记得我父母那个时候去编程的话，还是那个纸的，在那打孔的那个玩意儿。那是80年代初，80年代初，对，80年代中期。我们那时候在院里头玩，有时候还捡那个纸袋子回来去玩耍。但是没有银河机，可能老范你有点记不清了。银河机是当时中国号称是可以和世界比肩的，是当时是中国最先进的。然后你听我说啊，整个中国大概也只有那么几台。整个中国不超过10台，不超过2位数。当时直接给震坏了。这个是很正常的，这个非常正常。因为当时的确实计算机的非常的不皮实。好，我看，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冷嘲热讽这次事情啊，要多支持民企航空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希望它能够继续玩下去吧。其实一直都是特别支持我做航天的，包括国内这块的民营航天，不是航空啊，民营航天有什么这个取得成果，实际上都是跟向大家介绍的。但是我觉得他这里面做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极其低级，就是说他这次出的这个问题极其低级。我觉得这是你这么做是给我感觉是一种不太负责任的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可以出问题，但是你要负责任，你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他相应的这些，包括称这次事故为事件，然后说离这个城市远离城市。我们从这就属于有点逃避责任了嘛。对，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不是冷嘲热讽。你要觉得是冷嘲热讽的话，你就觉得是吧？但是我觉得只是指明事实。哎，正好说到这儿的话，咱们现在有民营航空吗？就是造飞机的这帮是有民营公司吗？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应该原来有，原来北京香山那不是有个 AD200，号称是有一个哥们儿那个开酒楼什么的，
挣了钱了，然后搞了个民营航空公司，做这个 AD200这个小型飞机，结果最嗯后不了了之了。我知道那个应该是在本世纪初或者是90年代中嗯，后期的事儿，现在好像哎，不知道了。像这种那个叫什么国产大飞机啊，什么这个都应该是国家级项目，就是国家搞的，跟民用是没关系的。那当然了，是上海那边的和西飞嘛，啊那些对，就是 C919啊，肯定跟这没关系。他们的好多设计师都是去美国培训的，去美国嗯，和空客都培训过。希望大家不要说有人冷嘲热讽、不支持民企。对，我觉得我们能够把这个事儿说一下，因为如果每件事儿都不允许说的话，他们就没有进步的机会了。遇到问题还是要直面问题。嗯，对。每次放烟花，马斯克都会很开心。不知道这次事故，国内同行，啥面部表情，不哭出声就不错了。这个马呃，斯克其实也不是每次都很开心。马斯克前几次放烟花的时候，也是说你就像嘴里嚼着玻璃，然后这个那种感觉似的，有苦自知。对。然后事故这次的话，你要说的是国内同行，是指我没太理解。你要说同行，你是指蓝箭，你竞是争对手了。指星际荣耀，还是对，指你要是指友商，他们我觉得不一定会还是哭，还是不一定蛮开心的。会哭。这么对，多的没准儿照片，这么多的视频传出来，对吧？他这个应该就像刚才咱们讲西安这位这个网友，他可能也就是某航空公司的吧，某航他，天公司。我估计从他说话这么比较专业的来讲，我觉得就西安，特别是西安那块儿是中国好大部分的那个火箭发动机，就国营的啊，都在那儿。都在那儿，是研制生产基地，所以我觉得嗯，他可能是从那儿出来的。是而他要和相关的话，就你火箭的这种静态点火式车也和他们是肯定相关，他们可能是是。会提供一些技术支持的。所以我觉得他说的话还是比较真的。咱们我问你这样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像现在这样的照片，然后呢，包括这个刚才我们看到的视频，按道理说呢，应该是天明公司自己拍摄的。那么这种内容是怎么流传出去的？不一定是完全是天兵自己拍，他有一些供应商、合作伙伴可能也能拿到这些照片。是。然后另一方面的呢，他内部的员工会不会有一些，这也是一种可能。那就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天明公司在下一次发射，或者国内其他公司在下一次发射的时候，要做好信息传播的限制。对，是这意思。实际对，上都有的，不是做好，只不过是你没控住，没控好制的吧。时候，一直都有，一直都有。对，希望有朝一日民营航天能够超过国家队，现在是不是已经算是基本上超过了？我觉得不可能，就是在中国这种存在形式，你现在能够那么发展，正是因为你还没超过。你真要是。到要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 但是你像马斯克起来以后，NASA 也没有什么脾气嘛。NASA 那是美国呀，NASA 还好吧。扶植呢，NASA 还给那个马斯克签了16亿美元的这个合同救他的命呢。嗯。到现在还在给合同。你看在中国有哪个国营的这个国家队给中国的民营签合同？没有。哦，这个是确实有差异。本人打算支持买进民企航空的股票，必然关心是不是靠谱，支持不只是口头支持。国内这些民营航天应该都没上市呢，还轮不到你去呃，买。对，都是希望上市。现在比较有可能的，我觉得星河动力就比较快的啊，嗯然后蓝箭，然后嗯。星际荣耀，可能这几家吧，应是该是，有可能天兵也算，天兵要不是。出这件事儿之前，天兵也算，应该是最有可能是那个短时间内上市的，因为嗯。我们当时就是在那里面就曾经说过，说奋战多少天，力争上市。
就这种话都说过。是是是。但是像这种企业，估计很大概率是北交所上市，因为它应该那个不知盈利比较难，道。它盈利比较难。就是现在就是说，你不太盈利，然后算是这种硬科技，规模又不是特别大，对吧？这个，一般都是扔到北交所去。好吧。嗯，你支持，你不支持，也不会对国家是否投资这个，这个不能这么讲啊，就是说我们还是要尽量的支持啊，这个，更多人支持总是一个好事儿。嗯，点赞啊，大家都点赞了没有？赶快上我们两边去点赞去。对，请教专家，是不是最初起始点火状态不容易稳定，不如拖住一会儿，稳定了再释放发射？它是这样，基本上发动机，火箭发动机就是我希望它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稳，我就是希望它稍稍晚一点，然后我看它，这么说吧，火箭发射就跟美国呀什么的这些国家的统计啊，火箭发射失败的这个概率70%都是在最开始那2秒钟之内。嗯，而且一般都是发动机问题，所以的话就是等于这几秒钟，我先用牵制释放拖住火箭，看发动机工作是不是正常，确认正常了以后，我再让火箭走，否则我就那在。按照你说的这个，是不是如果他发现发动机不正常，我就不撒手了，然后直接停机就完事儿了？对，是这个意思。我下面就要说这句话，要不然的嗯，话就是直接现场就远程就是控制关机了。等于咱们到前两天现在为止没有研究出这个东西来。前两天那个 SpaceX 的那个猎鹰9号火箭就做过一次啊，就是6月份的事儿，就是等于在现场都已经点火了，然后又觉得不对，又关机了，火箭没离开发射台。那个发射 Starlink 10.2卫星，对，刚刚的6月份。是。那中国到现在等于就没有这套装置。实际上是这意思，就是说一直有这个装置，早就有很多人，我认识很多人都设计出来了，我觉得他们做的也都很不错，但是没有人敢用到实际发射上。这个不光是搞这些装置的人要承担责任，你这个整个火箭的这个总师你也要承担责任，总指挥也要承担责任。他们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那就算了。OK，对，就是责任落实到人这件事儿，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大的逃避责任。对，这个算是火箭设计上的低级错误了吧？这个可能是新手设计师，哎，我告诉你，新手设计师压根儿轮不到他上手。现在我最关心的就是说，它的这个设计要求到底给没给到这个传递结构的这个设计师上，我都很最后怀疑。还是分责任呗。对，如果不采用牵制释放的话，真正发射的时候，那里也不会受力。对，如果不采用牵制释放，它那儿可能受力情况会好一点，它只承受重力就完了。如果采用牵制释放，那它肯定也要受力，只不过呢，因为它是发射的时候是用全火箭，所以火箭有自重。那你这对于如果你的推力是一样的，火箭自重大一些，全箭嘛，然后一级可能自重小一些，所以实验台受力还是要恶劣一点，这个是客观事实。了解，是咱们俩昨天还在讨论这个问题，说是不是有可能这个东西只设计了支着，没设计拉它，对吧？就是它原来设计腿的地儿嘛。对，但是就是还是你设计的，那你等于就是你的这个设计不覆盖这个测试工况。对对对对，我们叫测试，你就不覆盖，应用不覆盖。又赶上了有什么官方结论啊？刚才我们讲了，现在官方呢还是在抹稀泥啊，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是火箭设计本身有问题。均匀都断了，似乎说明设计计算上这个力量下就，是应该断的啊。他就讲说，这是不是我们设计的，就是应该把它拉断？
它不叫应该断的，就是说我还是一个等强度设计，等于这儿我设计是，的，比方说都是达到，比方说400兆帕的时候断了，然后它这块儿就达到400兆帕了，实际上可能，比方说它应该有可能达到800兆帕，或者说差不离是这意思，或者800吨力，是，嗯。这个不会做一下有限元分析吗？理论上讲，有限元肯定要做的，只不过的话，现在我接触过的，实际上国内好多这些设计做这个有限元的，他搞不太清楚。我不管嗯是有限元分析还是材料力学分析，就是最关键的是，第一，要搞清楚你的载荷是多少。嗯第二是搞出的你的约束是什么，就哪块是要把它约束住的，哪块线嗯放开，哪块约束住。而国内现在好多年轻的设计师就只是关注建模，忽略嗯了去考虑载荷和约束，所以他们做出来的，即使用有些人分出来的结果，如果它的载荷约束没搞对的话，你分析结果嗯也是没意义的。大概就这样。所以我刚才一直嗯在说，你的这个受力要求有没有反映到你的那个结构，传力结嗯构的设计师上，一直就是这个概念。嗯，哎，你看这个现在我们这张照片啊，嗯，是不是在发射之前都把它漆得漂漂亮亮的，发完了以后都长这个灰秃脸的样子？发射之前也因为有不用好几漆的漂，张照片漆的红色的嘛，还挺漂亮的，这个发完了以后都这么灰头土脸的，老范，红色的那就更不漂亮了。红色的好吧，那个学名叫做铁红环氧底漆，那就是相啊，当于他就穿了条底裤就出来了。好吧。对，然后你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梁啊，就是下面左下角和这个右下角这两块儿开汗了吗？呃，就是角左翘起来了。下角左下角和右下角那个不是特别重要的，它的那个，我看看啊，稍等，它是脱汗了吗？那块即使脱汗也没事儿，也没事儿。对，那个嗯不是一个重要的，嗯，OK，专门为了地面试车把那个加强的话，重量就增加了。呃，如果是专门为了地面试车，你可以在正式发射的时候把那块东西去掉。对，所以这个不是这个饵的话，我先说这个长远的，嗯，长远的对于这个天龙三火箭的作用，它是着陆腿的制作，对，所以长远的用它肯定是要有的，就是第一点。就是相当于是最后变成这个玩意儿。对，所以长久的用它是必须要有的。那么现在我们假设猎鹰嗯九那个天龙三火箭先达到猎鹰九的1.0版的时候，那它正式飞的时候可能要把这个去掉，嗯可能要把它这个去掉。你如果要是说，那么你就要考虑你这个台架实验，你要不要做台架实验，以及做这个静态点火实验的时候，那你其他怎么来承受这个力，你自己要考虑清楚，这也是火嗯，箭总体设计师要考虑的事儿。了解。这个卡尔家族还搞过有限元计算嗯。啊，要是我计算不会这么飞起来。这个，哎呀，现在怎么说呢？你看它飞起来了呢，大家都觉得自己上肯定没事儿，但是这个毕竟咱没上嘛。对，那个卡尔加图，他实际上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做有限元分析计算的这个人的问题，就是嗯人家没告诉你，既然搞过有限元计算，你就知道，比方说你第一个是建模，先把这个支耳这块建出来，梁嗯建起来，然后人家要没告诉你这块受多大的力，然后在哪块加约束。你就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果，你算的可能都嗯，没事儿。人家比方说，他这块可能要受500吨的力，然后人告诉你的就是你给他加200吨，那对，你算出来的结果肯定是好的，对吧？嗯，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推力太大了啊，现在这个就没法讲了。居然有直播，对的，推力是大了一些，但是也没啊，这个
大小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我们就没必要去研究了，因为人家也没说到底是全推力还是怎么推的。嗯，看照片，火箭底部应该有8个梁。如果把固定改为8个，是不是就可以了？它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觉得他用这4个耳，首先这4个耳没有问题，这4个耳是是，正好做支腿做的，你嗯，呢也不要把它将来做成8个支腿，对吧？4个腿对，所以的话只能是这样。但是你怎么样这个耳和你的传力结构那个框架结嗯，合，那是你就是说你火箭总体设计要考虑清楚的事儿。嗯嗯嗯。不过仔细想想，这个东东不能按照纯静力计算，例如强大的震动和热力会极大的影响强度。这个是肯定的，所以的话就是说是你，但是你要先搞清楚，就是说如果你要没把这个震动和热力加进去的时候，就我不考虑这些因素的时候，受力你分析清楚都没搞清楚的话，你也不可能考虑出这个震动和后边的事儿受力。对，那个都是叠加考虑的，在设计上。是逆向研发就是会很多危险和不合理意识不到。这个逆向研发这事儿我们就不研究了啊。这种事故有保险公司赔付吗？应该没有吧？那你问有人他买保险了吗？目前这些民企发射不容易保险的，保险公司害怕赔钱，这个企业想省钱，这个是这样的。对，因为你像这种，就是你光给他算这个保单应该多少保费，我估计都算不明白。肯定算不明白。是，释放是不是可以爆炸螺栓？对，我刚才不是介绍了吗？有3种，第一个是机构型，第二个是液压型，第三个就爆炸螺栓型。其中爆是，炸螺栓型是最简单的。嗯，看这个机架像是从拼夕夕订的货，我拼夕夕要能买这个，你开心死了。现在中东他们是从各种中国电商渠道买煤气罐儿，买完了回去以后改火箭炮去。这个赶快去翻一下以前 SpaceX 洛杉矶总部门口的照片，确实只耳又粗又大，以前只是拍了个热闹啊，听土星解释才明白里边这么多门道，学习了啊，这个看来是真有人去过 SpaceX 的洛杉矶总部的。嗯，以前爆米花的那个压力结，好吧，那个钩子设计的很结实啊，是这样的。嗯，有个鸟赔偿啊，有韭菜赔偿啊，这就不知道了。人家反正说我们正在研究赔偿的事情啊，有人说你很专业，是吧？就干这个的，赶上直播了啊，报告专家啊，我经常在电脑上，于是就看到要直播，其实不是专门等着看的，好吧？我觉得这个卡尔加叔经常是提前4小时，提前几小时，然后在这点个赞。啊，我还记得，还是就是说，咱们有时间去德州吧，然后我还找他玩去，挺希望对，去看，对，看那个什么那个火箭发射。NASA 的那个，对，NASA。第一次赶上啊，这个又在玩梗了。要是找土拨鼠，就没这问题了啊。这个我们不能乱讲啊，这个大家过各自的生活啊。虽然我在家办公啊，但是看到2位一起直播，赶紧来看，一边听啊一边这个是解 bug 是吧？Troubleshooting。啊，第一次摸鱼看直播，好吧？第一次赶上双直播，这个是有可能，因为我们2个其实直播还是蛮多的，每个月总能赶上那么1次半次的。它是没有看星舰发射，实际上主要对，是星舰的，我们星舰反正看发射的好玩的。密度高。是，我们就多播2次，对。企业可以给周围居民的损失买保险，但是他们不愿意，他们更愿意一个一个谈。是的，中国好多都是一个一个谈，就是把最厉害的几个摁住，其他就完事儿了。发射场直接让军方的人跟农民谈赔偿，加上村支书和稀泥，农民能拿到多少赔偿就可以想象了。哎呀，这个反正一事一议吧。
人才都跑了或者躺平了。哎，这个我们要相信留下来的还是很多人才的。第一次在土拨鼠这儿赶上直播，哎，好，谢谢九章。螺丝没拧好，这个要是螺丝没拧好，那就是我觉得是对他们肯定得高兴死了。就是天兵啊，如果发现了是螺丝没拧好，肯定高兴死了。对，前2天是山东那边一个工地事故，最后呢把责任扔给了实习生，说这是实习生的问题，他实际上就是工地一直检测不合格，要求停工，然后呢他的实习生最后没有把停工要求发到下边去，下边依然在干活，然后塌了，然后把人埋里头了，最后是要求那个实习生承担全部责任。这个看看天兵能不能玩出这样的骚操作来吧。往下看，喝啤酒啊，没有螺丝，有螺丝的。对了啊，再请教专家，那个点火装置有没有？那个点火装置没有那些牵引释放强大气流的，那啥道却有啊？冷却装置啊。他是在说这个，我估计卡尔加图这意思是他这儿没有这个什么强大气流的这个导引，像这个就是星舰那样的，它底下喷那么大的水。但是老范，咱们我看看，可能现在找不到了，你一时也找不出来。它实际上是什么啊？它是在一个山坡上，然后探出来的。大家注意到了吗？那个实验台架实际上是探出来的。我看看能不能在这上看到，看不到。对，它那个实验台架实际上是探出来的，所以没事儿。这个设计实际上是挺通用的一个。是，等于在一个斜坡上，他在斜坡上这么搭了一个这样实验台架，然后喷的时候从这旁边那个气流就跑掉了。对，老范，我试一下，我能不能共享一下？我给你发过去吧，我给你发过去。我发过来，对。等会儿啊。我给老范发过去，大家稍等一下。我给老范发过去，从老范那儿。行，老范。哎呀，这样的我看看我能不能怎么把它放出来啊？这个就很麻烦了，就是我这儿好像放单独的照片是有问题的。等会儿我研究一下。不，这个是软件的问题，你就终止现在的不是，等会儿啊，我来想想办法。好 ，OK， 我应该可以搞定了。这个开，注意到了吧？它这个，你先咱们看左边的这个啊，它等于是在直接下面是很深很深的一个空的一个井，正对，是一个井，所以而且它的这个等于往左边这也都全是空的，那个燃气流直接就出去了。是，对 ，OK，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没事儿。对。OK， 我们继续。400吨的应力听起来很恐怖，这样的螺栓是不是特殊材料的？做粗点就行吧。对，400吨是力，不是应力。要应力是兆帕，应该是和面积相关嘛。所以你力大了，你的受力面积再加大就完了。你就可以把应力降下来了。对，因为这个螺栓最后是不跟着火箭一起发上去的，所以你做大点做重点其实关系不大。对。北京，这是什么？啊，云冈。对，云冈说的很对。那个我们家就云冈的。记性真好，这个是新号啊，旧的号前天看完你直播就莫名其妙被封了。看我们直播就被封了。啊，这个你肯定干别的去了，看我们直播肯定不会被封的。
为什么在人口密集区做实验？哎呀，中国，呃，这个中原大陆人口都挺密集的，而且你就这么想，他做实验的话，你还有这些实验人员呢，你真弄到戈壁滩上去，这些实验人员他日子过不过了，对吧？包括各种的物料啊，各种的东西你要送上去啊，你还是得找稍微方便点儿的地方。对，就对，然是后我知道是马斯克前一段时间去印尼，然后呢，他们其实主要是去谈那个 Starlink 落地，因为印尼是1万多个岛嘛，说你要有了 嗯 Starlink 这些东西呢，就会这个所有这些岛上就都可以有网络了，嗯啊，这个是马斯克自己去谈的，啊，印尼的总统啊，什么这些人都跑来，就是他的呃下一届的总统，就是新选上来的这个和现在正在当的这个总统都去接待去了。其实你说像印尼这样的地方去做发射基地是不是很合适啊？这么多岛，这么多岛上连人都没有，而且离赤道也近，旁边就是大呃，海。实际上用来做发射基地和这个实验基地应该是挺合适的，但是只有嗯，一个问题，就是说做发射基地的话可能更合适，做试验基地的话，就是说试验我如果要进行的比较频繁的话，我老得它把设备周围的配运过去，套差点儿，对，老得那是运过去，可能不是特别好。但是如果是，要用来做发射基地，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对，就是它的位置非常好。嗯，离赤道还近。是不是只有2秒钟的燃料用于测试？这个玩意儿这次喷起来飞了挺久的吧？他这次测试的时候，刚才他那个不是有一个内部消息说是30秒钟嘛，就是嗯，还不是2秒。他还是烧了第一个，30秒的。对，就是大概他的这可能燃料准备的是30秒钟或者更多。另嗯，外的话呢，还有一个要看他当时的时候，就等于也是这个锁紧力的这个事儿，就是他最终不是飞起来了。实际上我嗯，们真正做的时候要考虑一下，你大概要算多少的这个剩余的燃料的量嗯，来算这个锁紧力，所以这嗯，个不一定，嗯。不一定。还聊天龙啊，这个我们这次就是根据更进一步的信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嗯是直播啊，直播，弹幕对不上，对得上。我们只是一般先讲完了以后再读评论。南昌不是有一个初创公司造螺旋桨飞机，马上试飞了，前2天给抓起来了，说骗政府投资，其实只是对赌试飞晚飞了1年，这个就不知道了。嗯嗯，不知道。嗯。其实介绍一下初创公司创始人的背景很重要，在硅谷干过的人都知道，开创型公司看人，山寨靠资金和 PPT。马斯克就是从硅谷起家，拿到人生第一桶金。老马2个重要的公司，特斯拉和 SpaceX 的灵魂设计团队仍在加州和硅谷。亚马逊的老板就是一个例子，不管飞机还是电动车，永远也不可能超过马斯克。这个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想永远的事情吧。嗯哼哼哼，还有一种可能啊，这种照片是事故发生后，军迷第一时间跑过去无人机拍摄。这个照片从拍摄的角度上来看，应该离着不是很近，但是他那个一开始无人机拍摄的升空的过程，我估计应该是他在实验的时候安排好的。嗯，对民企超过国企，下一步就是收归国有了。哎，这个对。下一步的事情是下一步了。NASA 是不是炸机之后就基本停了所有的航天计划了？也没有吧，现在不是也还应该有不断的计划在做吧？对呀，而且 NASA 也炸过好几次机的，对啊，我不知道他在指哪次，比方说2次对，航天飞机，86年、是，2003年不都继续在搞吗？感觉是超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肯定还有更多的坑要趟。这个我相信这些做火箭的公司的人应该不会像咱们这么拍个脑袋就开始抄啊，人家应该还是很认真的。对，肯定是非常认真，但是我能感觉，嗯，就他们有的时候认识，就有的时候我跟他们聊的时候，都能发现他们能跟我提出一些特别弱智的事儿，我就不是，多解释了，是非常有趣。是。
NASA 现在要去的是土卫2。他还是先解决去火星的问题吧。土卫2好吧？应该是土卫6吧？土卫6不是泰坦吗？是这说过了。民营要是超过了就被国有化了。这个现在我问你个问题啊，像他们这种企业里头有党支部没？有。啊，这是必然要有的哈。嗯。如果民营航空超过国家队，那岂不是这个制造领先啊，制度领先啊，宏大叙事的国家了啊？这个我们就不研究这个问题了啊。请问航天飞机升空后，为什么要转一圈儿？我没太明白你问的这个转是什么意思？是指对，我绕也没看懂。它自己的运动轴线这么着的，类似于我们称之为滚转的这种运动吗？它主要那个还是一个稳定性的事儿。但是对于航天飞机来讲，和其他的火箭不一样。火箭的话，它是为了那个滚转的时候，很多滚转是增加轴向稳定性，而对于航天飞机来讲，可能这还不太一样。它可能更是，本身这个会发生这一点滚转，这个滚转又不会对它造成危害，所以它就等于不去过严格的要求它了。今天第一次看直播，好吧，今天应该就这一次啊。这个点直播回见啊，这个估计在上班了。设计过程 AI 用太多了，这个，哎，你们现在就是以前设计火箭，或者他们现在这种公司里设计火箭的时候，有 AI 大模型参与吗？应该没有吧？现在还。你连外网都连不了，你 AI 个毛线呀？对啊，现在应这该他些公司们还没用呢。所有的这些设计电脑都是不能连外网的。是，当年马斯克炸的都要破产了，还绝对欲哭无泪，这是肯定的。好多的细节，天呐，真是隔行如隔山。对，这个塔主马上要跑掉了，要回美国了。他现在在国内呢。他现在在天津。哦，好吧。对，看到有人说这个实验台是给天兵2用的，天兵3推力大了，上百吨啊，约束不住。但是现在我们看实验台是完整的，实验他台现在对没毛病。实验台没毛病，而且天兵的，我实际上上次和老范那次直播里已经给大家展示了2的实验台，它2和3是不一样的。2的那个的实验台实验台在边上。红色的，对，2那个实验台红色的，就涂底漆的，3这实验台白色的，涂面漆了。这应该是还是3的，但看着的确单薄。是，加上短力臂，受力应该比推力要大得多。对，Rabbit， 你说的很对，实际上我也是在想这个事儿。要不然我说可能400吨、500吨。这是在算数了。这个哈弗瑞鱼，你说实际上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这个咱们不去考虑那个什么。对，可能设计的时候，梁和这个螺栓设计考虑了，装燃料2级的附加重量，但是竞点的时候忽略了这点。就是他肯定忽略了一些东西，但是到底忽略了哪些，我们现在没法去猜了。咱们没法去猜，咱们根本就没法去猜。反正就是说，他们没有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没有把这些约束条件，肯定是总体的这块有一些东西没有给到这个结构设计上。是，你来了，赶上直播了，好。那个单1级静态点火时应该有钢丝下拉，提供额外的力啊。这个正好上次你给我讲过上钢丝的事情。对，上钢丝的，实际上你那种钢丝，你好多人是拿009号当时的那个顶上钢丝那个来说啊，但实际上大家只要去算一下就知道，这个钢丝对于这个向下的这个力，就是火箭发动机的推力来讲，上钢丝对于改善它底下的那个连接的受力，就是紧固的那个力来讲，意义很小。它真正的它的有意义的是什么？是改善受风载荷的那个力。所以的话，我们看到那些钢丝的下拉的时候，一般来讲是受风。然后，如果要是说它顶部用这种钢锨来进行下拉，那样的话，因为钢锨的这个受力强度要比钢丝要大得多，那时候它可能才有意义。对。
没赶上啊，没事，待会儿从头看吧。中国有民营航空，河北建新买了捷克的小飞机技术，样机4年前已经在珠海航展上展出了，现在搞飞行汽车也试飞了。这家公司原来是一家化工公司啊，估计除主业以外，也能生产一些碳纤维，所以顺势做了航空，好吧？因为我知道国内有做那种无人机的航空啊，民营航空，像那个给顺丰做那个双尾蝎的那个，就是在成都的一个，原来也是从航空设计院出来的一个哥们儿做的，做完了以后，后来不是说成飞出来的，对，后来把我认识他那个飞机直接征用了嘛，说军方直接拿走了。我认识我认识的。在我看来，这设计根本没有牵引压铸的设计啊，只是固定在基座上而已。这个咱们现在就没法说了。啊，台湾观众看到那个公司叫天兵都笑了啊，天兵在台湾的意思是，有点低智商的意思啊，是吗？好吧，这个就所以他们那语言参与了 CEO 当时想叫这个名字，还跟我聊呢，想叫说天兵，我当时特惊讶，我没说话。煤油爆炸周边会土地污染吗？煤油应该没有那么大污染啊。对，煤油就是碳氢嘛，是碳氢再有点什么磷啊什么的，应是该好得多。那这样每次发射后，基座固定性稳定性都需要重新测量的吧？否则山体变形会出什么事的吗？山体变形，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细致吧。咱们还是以屏幕上这猎鹰9这为例吧。早期的时候，肯定是每次都测量的。我估计现在它基本上都不测了。都习惯了，都不测就抽检了，变成抽检了。比方说，对，实际上就是我现在我的可靠性已经能够保证了，那我的检验密度就要降低。是，降低成本。在我看来啊，这设计根本没有啊，这个好像同样的又发了一遍。弹幕延迟20分钟啊，不是延迟，就是我们一般是讲完了以后统一来去做评论回复。美国一个业余航天爱好者，都能够分析8、9不离10。这个是不太了解啊。他就是说直播还是回放？直播。不是弹幕延迟啊，这个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时间干不同的事情。丰台云港有熟人，好吧？好吧。那个博主叫 Scott Manley 啊，可能美国也有这种业余航天博主。从老范这边知道这个宝藏号，赶紧过去看看。对，这是你的粉丝。谢谢。所以这次根本就不是放飞失败，而也因为失败，所以改说成了静态点火。我没看懂他的逻辑啊，这本来就应该是静态点火实验，只是没抓住而已。对。吓死我了啊！刚赶紧把不相关的弹幕删了啊。没事。有个朋友投资航天行业很多年了，没见成效，这个玩意儿它就是慢。对。这位老板啊，我有点担心的，荣誉称号太多，什么意思？他得到了好多的这个就是这个天兵的 CEO 哈。对，他原来在院内，在运载火箭技术人员也就得到好多奖励。但是他因为一些特别的原因吧，我不方便跟大家说。为什么中国的很多东西测试都没做好呢？各种参数就放出来了，对标各种美国的东西，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总是要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吧。对啊，他现在也需要融资啊，你必须得要融资的话，你得放一些信息出来，不然人家凭什么给你钱呢？看来是有人投资了，他的朋友投资了星河动力。星河动力现在还好，现在它的成功率是最高的，它已经打了它的那个固体火箭应该已经打了
什么古神星吧，好像是叫古神星吧，那个火箭已经打了10几发都成功了。所以他现在比较在意的、关注的就是你什么时候把液体的打出来，这个是他等于固体那边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液体什么时候上？是第一次赶上这么早的直播，我平时也不这么早直播啊。然后民企也是华为式的民企，哎呀，华为我们就别讲了。跟老范和土拨鼠打招呼，在休斯顿听直播，第一次听直播居然是和土拨鼠一起，好吧？好吧。哎，这个也是在休斯顿吗？我记得前2天对，还有一个也是 NASA 的航天，那卡尔加图嘛。不是，他还有一个，也应该名字不是这个，也在休斯顿。有一个每次在我的直播间里，我是在休斯顿第几次？休斯顿第2次、第3次、第4次，还有另外一个人。好吧，看来一定要去德州啊，咱们一定要去德州。老范回头试试游戏啊，坎巴拉太空计划，这个我现在实在没时间打游戏。土星能否预测一下超重降到筷子之前的轨道是直接落在筷子中心，还是落在旁边，在水平运动到筷子？我倾向于就是说不会直接落到筷子中心，但是它最后也不是水平运动到筷子，它应该还是一个斜线的运动到筷子。就是它会先假设我看看啊，我这手能啊，这个手我的这个手现在这个手假设是我的脐带塔，就是筷子，这个会，然后它会这个星舰会先运动过来。先在海面上先停一会儿，看着正常了，再以斜线下的方式来运动到筷子上。中国什么时候200米以下空域开放了，才会有民营航空的爆发？对，这个现在国内在喊这个低空经济，我其实一直没搞明白，因为大部分城市低空都是禁飞的呀，这低空经济到底玩啥呀？就是你得开放了才能够玩低空经济啊。对啊，因为现在都在喊低空经济，低空经济，这个大疆现在都去坐自行车去了。大疆这2天发布的那个叫什么电助力自行车？我记得我是当时2017年买的那个大疆的无人机玉，后来我就发现我操，然后北京就一会儿先是4环以内不让用了，然后5环不让用了，然后6环外不让用，然后彻底不让用了。是，那我还买什么无人机就扔在家里报废。对，山体变形估计放几个传感器监测就行了，是。或者我估计都不太用管这玩意儿。刚才以为弹幕的弹出是实时的啊，不是。张小平啊，蓝箭的那个发动机的这个主管，发动机团队的带头人，就原来在那叫6院吧，6院不是4院，6院我老搞混啊，就发动机的，搞发动机的，后来来到蓝箭。不在这个直播里聊了，下次咱们找机会再聊吧。对，这事儿说起来比较长，要先说好故事才能拿到钱啊，像老范一样说故事吸引人，迟早能拿到的。哎呀，这个是说好故事 ，YouTube 会愿意跟大家分钱的。低空经济不是面对普通消费者的，好吧？低空经济很虚，城市里禁飞区1年比1年多，是啊。对啊，你那个还低空啥经济？咋玩啊？开放空域的话，飞行汽车都会有吧？感觉好危险，这个就不知道了啊。像小鹏他们自己就做这个低空汽车，啊，低空飞行的这种汽车。但是很奇怪，像他们这种低空飞行的汽车是用电的，就是里头是背着电池上电动机上去的。因为我总觉得背电池这东西很重啊，而且很危险。是，而且很危险啊！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对，因为现在都是就是所有低空的这玩意儿全是电的。波音的星际航线有新消息不？没有，还是在努力抢救吧。对，还在那空间站上。一个实验民用火箭失败了，不是正常的吗？关键看它具体是怎么失败的。对，
这个也拿出来说，那说什么？你给我们贡献个话题，你们家在哪儿？啊？电的多轴飞行器控制比较成熟啊，是这个4旋翼、多旋翼，这个中国确实很成熟了。就是它这种多旋翼控制最早是开源的，因为有好多这种开源算法，然后很多的这种爱好者也会自己做。就是最早的穿越机都是自己做，做完了以后里头软件是开源自己下来改。后来大疆上来以后，大疆是在这个基础上等于又往前走了非常大的一步，所以它的那个飞行控制现在应该是，不能算最先进的吧，但是肯定是相当先进了。嗯，这次要不是离乡镇这么近，也不会有人在乎啊。这个我估计大家还是在乎的，至少他的竞争对手们都盯着呢。这次失可能败正常。这次可能对这个，我觉得 One 这个说的很对嘛。本来失败是正常，但是你测试变是非，这就是超级不正常。是是是。OK，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咱俩1个半小时1个了。半小时了。对，本来说半个小时就搞定的，结果这个1个半小时了。当然主要是最后跟大家聊天聊的啊。最近大家很美国国热情。会审波音老板的事儿。嗯，下次再说吧。那以后个沈有机会吧。波音老板的，到时候油管上也有他的这个在国会听证的时候的嘛，到时候再说。下次我就做一期是是是。节目吧。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一早上起来听我们2个人在这儿唠嗑，再见。拜拜。对，结束直播。